陆东明也知道海玲现在不需要用到他的人脉，有商家和战家帮着他呢。他默了默后说道：“那你忙，我先回去，免得我妈又打电话来催。”好的啊，陆总慢走。海玲送着陆东明出店。陆东明看向周红林的那辆车，问着海玲：“那是你前夫的车吧？我看到他是从那辆车上下来的，应该是他的新车吧？老婆换了一个，车子也跟着换一辆。如果没有战印出手整治周红林，周红林是过得很爽的，有钱，有新老婆，有新车。”陆东明真想走过去把周红林的车胎给扎个洞，想到要是周红林的车胎被扎坏了，一时半会走不了，就会赖在海玲的店里吃饭。陆东明最终没有那样做。以后他们一家子要是再过来欺负你，我公司那么近，你只要打个电话给我，我就能安排人过来帮你。你们这些店主都是租用我的店铺，我也是为了维护我的租客。陆东明说的光明正大的，活像他真的没有私心，完全是为了租客好的样子。海玲笑道：“谢谢陆总，上次陆总带人过来帮我把周家母女赶跑后，他们这几天没有再来，估计周红林也把极品姐姐赶回去了吧。”陆东明在海玲的目送下上了车，很快便开车离去。回到陆家别墅的时候，陆东明就发现自家停车场上停着一辆他没有见过的车子。他下车后问着迎出来的佣人：“这辆车是谁的呀？”“是于小姐的啊。”“于小姐？”陆东明皱眉，他们家来往的人家当中有姓于的吗？是太太朋友的女儿，从 B 城过来的，好像是来管城办事吧。那太太知道后呢，极力邀请他来家里做客。佣人的解释让陆东明筑起了防线。哎，他老娘这是又给他安排相亲吧？只要是年轻的女性，又是出身豪门的，他妈妈都会想方设法安排他和人家见面。那陆东明没有再说什么，大步流星地走进主屋，进屋就听到母亲开心的笑声：“哇，东明回来了！”陆太太被于茵茵逗得开怀大笑，见小儿子回来了，她朝小儿子招招手，等陆东明进前了。于茵茵站起来，笑意盈盈地向陆东明问好：“陆四哥，你好，好久不见。”“陆东明，我们见过啊。”于茵茵笑道：“我们20年前见过面，可能陆四哥没有印象了。”于茵茵的母亲和陆太太是老同学兼好友，大家结婚后见面的次数很少了，不过联系不曾中断过。20年前的事，我是记不住了。那时候他才16岁，也是叛逆的年纪。东明，这是你芳姨的女儿于茵茵啊，你记不住了？就陆太太向儿子解释一下。陆东明哦了一声，他对芳姨都没什么印象了，更不要说于茵茵了。20年前见过一面，那时候于茵茵才多大呀？他怎么可能会对20年前的一个小丫头有印象啊？茵茵来咱们管城办点事，我听你芳姨提起，就叫茵茵过来玩玩，她在这边人生地不熟的，你明天带她到处走走逛逛，熟悉一下管城，在茵茵办事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帮帮她。我和你芳姨是多年的老友了，虽说10几20年都没有再见面，联系却不曾中断过。陆太太想撮合于茵茵和陆东明的意思很明显啊。于茵茵看陆东明的眼神里也没有惧意，在她看来，陆东明脸上的那条刀疤是很恐怖，只要去做个整容手术，就能把刀疤去掉，恢复他的俊美。不看他有刀疤的那边脸，他是个很好看的男人。青春年少时，谁没有做出一点冲动的事情来？他以前还纹过身呢。妈，我很忙啦。陆东明淡淡地道，要是于小姐有用的我的地方，我可以提供帮助，但我真没有时间带着于小姐到处走走逛逛。妈天天在家里待着无聊，妈可以自己陪着于小姐，带她到处逛逛，熟悉一下。陆东明说着望向于茵茵，歉意的道：“于小姐，我确实很忙，明天不是星期天吗？你还要回公司啦。战役约我明天去他家里烧烤。”陆东明扯了个谎：“那你正好带着茵茵一起去，你们同龄人聚在一起才有话题。”
妈的年纪大了，和你们有代沟。陆东明淡淡的道，我们是去游游山庄。战印的脾性妈还不了解，未经他同意，我们这些受邀之人是不允许带年轻女性过去的。战印都有了老婆，还那般不近人情。陆太太严重怀疑儿子是把战印拉出来当挡箭牌。阿姨，没事的，阿姨陪着我就行了。陆四哥，你尽管去忙你的吧。于茵茵识趣地说道。他还悄悄地扯了扯陆太太，暗示陆太太别再逼迫陆东明。妈，可以开饭了吗？哎，我饿死了。陆东明错开了话题，陆太太就连忙吩咐佣人可以开饭了。陆东明转身就走向餐厅。茵茵，你陆四哥就是那样子，你别放在心上。于茵茵笑道，阿姨，我不会怪陆四哥的，我是突然过来，陆四哥早已安排好了节目。的确不好让他为了我而改变。阿姨，那个战印就是战少吗？那陆四哥提到的游游山庄是战家的老宅。于茵茵是在 B 城，不过对于管城首富还是知道一点的，是战家的大少爷。你们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大名也不奇怪，战印已经结婚，他自己成双成对了，还不让朋友带年轻的女性去他家里聚会。于茵茵八卦地问道，听说战家大少奶奶是个孤儿，无父无母的了，还是农村出身的战少怎么会娶她为妻？战家老太太做主安排的。姓海的那个的确是无父无母了，有一个亲姐，姐妹俩相依为命。对了，商家太太是他们的亲大姨，年前才相认的，为此商太太还大摆宴席，请我们去喝酒。陆太太对海玲印象最深，因为海玲过于肥胖，她当时见着海玲时内心是万分嫌弃的，她对海童就没什么印象。但知道战印把海童宠在心尖上。于茵茵很感性的道，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结识一下战大少奶奶。她听说过战印，但没有机会见到战印的真人。能打动战印的女人，于茵茵想着对方必定有过人之处，她可以跟战大少奶奶学习如何征服男人。今年20岁的于茵茵呢，目前也是单身，在19岁时有过一段感情，但没有结果呢，之后进入了家族企业，工作太忙啊，才会拖到现在没有男。陆太太有意给他和陆东明牵线，两家父母都赞成。于茵茵对陆东明的过往也清楚，能接受陆东明曾经混过道上的过往，也不在乎陆东明脸上有条刀疤，她觉得只要他能让陆东明上，就一定能让陆东明去做个小型的整容手术，把那条刀疤去掉，恢复他俊美的容颜。听了于茵茵的话，陆太太笑道，会有机会的，战印和东明是非常要好的朋。那说到这里，陆太太压低声音对于茵茵说道，虽说海童出身不怎么样，不过她是战印的太太，已成定局，你以后结识她好吧，好好的打交道。她是担心心高气傲又属于女强人的于茵茵会瞧不上海童，但海童是战印的心尖宠，战印又和陆东明是好，于茵茵要是和陆东明在一起了，少不了进入陆东明的朋圈。如果于茵茵瞧不上海童，会得罪战印，影响他和陆东明的关系。陆太太可不希望因为于茵茵而影响了战印和陆东明的关系。在管城能被战印当成知己好的人，也就是他的小儿子以及苏南了。于茵茵笑道，阿姨，我明白的，英雄不问出处，海小姐能成为战家大少奶奶，那是她的本事，我佩服都来不及呢，哪里会小瞧她。哪怕海童是个街边乞讨的人，只要他能成功拿下战印，于茵茵都觉得他是女中翘楚了，有值得他学习的地方。在生意上他强，但在征服男人这方面，于茵茵觉得自己经验不足。你会这样想就很好，走吧，去吃饭。陆太太亲热地拉着于茵茵进餐厅，两个人刚进餐厅就听到陆东明和战印的通电话。战某人正在给新的老婆大人做新晚餐。海童心情低落，也不想出去吃，所以战印就亲自下厨了。
老太太还没有回来，也不知道又浪到哪里去了。以前呢，海童还会担心老太太的，现在知道老太太出去浪，是想给他老人家的那些孙子们浪个妻子回来。海童就不担心老太太了，也不过问老太太的去向，而且战印也告诉他，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是个情报头子，厉害得很呢。嫁给战印的爷爷后，才渐渐隐退。但老一辈很多人提及他老人家，都是一脸的敬佩。连现在的情报世家的苏家主父子俩，见到老太太的时候，都是恭敬有加，视老太太为前辈。海童依旧坐在秋千椅上，静静的着外面的天色从明到暗。一阵铃声响起，是战印的手机。战印就停下手上的动作，掏出手机了来电显示后接听了。东明啊，战印，明天回你们家老宅烧烤，记得多备点我喜欢吃的大鸡腿，好久没有吃了，特别怀念你烤的鸡腿。战印，我什么时候说过明天回山庄烧烤啊？要吃烧烤，哪里不能吃，非要回山庄。还有鱿鱼、羊肉、大虾，反正你烤什么我都吃。那陆东明像是没听到战印的话似的，还在自顾自地说着吃的。战印听了2耳朵后，直接就挂了电话。不过陆东明的话倒是让他有了的主意。明天还是周日啊，不用上班，他也没有带海童回过山庄。就如陆东明说的，约上3、5号回山庄烧烤。他们家山庄是有烧烤的专用场地的，还能带着海童回去住上几天，让他熟悉熟悉环境，山庄的美景也能让海童的心情变好。这样想着，战印便给陆东明发信息，知道了，约上苏南，跟他说，要是苏少主有空，也叫上苏少主。陆东明收到好的回复，松了一口气，差点穿帮。不过就算战印不接话，他明天也是要去找战印，赖都要赖在战印身边一整天的。陆东明呢，爽快地答应了。战印发完信息后，便走出厨房，来到阳台外面。海童向他问道，晚饭做好了？快了，饿了吗？烫好了，要不先喝碗汤？不饿，感觉都没胃口。回老家一趟，触景生情，勾起往事，禁不住泪如雨下。就算再一次离开，海童都还沉浸在回忆之中。战印蹲下身去与他平视，伸手轻摸一下他的脸，柔声说道，明天我带你回悠悠山庄住几天，那里山清水秀，很好的保留了大自然的美。山庄里虽经人工打造几十年来，也成了自然之景。如今是春季百花盛放之时，山庄有好几片的花海，很漂亮的。东明刚刚给我打电话，约咱们一起烧烤。我叫他约上苏南兄弟俩，咱们家老宅里也有烧烤的专用场地。你要不要约上沈小姐，还有你表姐他们？战印想到大姨姐的店后天就要开张，大姨姐怕是没有空一起去烧烤的了。说到明天一早，我们先去接上洋洋，然后再回去。我会让梁姨和阿七过去帮着姐做事，那样姐就不会太累。海童静静的着他，听着他的安排。彤彤怎么样？你决定了，要是不喜欢，我们再换一个节目。海童伸手搂住了他，感动的道，战印，谢谢你，有你真好。有困难时，他对他不离不弃，他心情不好时，他千方百计想让他开心。这个男人为了他改变了很多。战印也回搂他一把，之后轻推开他，温声说道，咱们是要过一辈子的夫妻，就该相互相持。我身体不好时，你照顾我；你心情不好时，我哄你开心。他拉起他的手，与他十指紧扣，他们心心相印。后天我姐的早餐店开张，我肯定要去帮忙的。咱们就明天回山庄住一天，后天一早回市区。海童现在是知道自己过年的时候住的老宅是战家人很久不住的房子了，那为了骗他，婆家人又把老宅子重新打扫一番，重新住了进去。骗的是真辛苦啊。战印宠溺的应着，好啊，听你的啊，反正那是我们的家，我们想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想住多久也行。
海童想从他身上取下围裙，嘴里说道：“我去做饭吧。”不用，还有2道菜炒好就行了，你在这里赏赏花，我去忙。战印阻止了他，不让他进厨房。海童主动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战印被亲得心花怒放，美滋滋地回厨房里炒菜。老公，海童知道他喜欢听他叫他老公，在家里的时候，他就满足吧他吧。你约了苏南还有陆总一起去烧烤，人还不够多呢，再约上君家5少爷吧。我会约上小军还有小飞，问问我姐的意思，看她想不想一起去。战印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好，我等会儿就打电话给军5少，请他明天吃烧烤。海童先打电话给姐姐。哎，等姐姐接电话后，他问姐，你吃饭了吗？正在吃，我还在店里。就猜到你还会去店里的。从老家回来后，不过是下午4点，他姐现在忙得脚不沾地，自是舍不得浪费那几个小时。海玲笑笑问妹妹，你和战印吃过了吗？他在做饭，姐，我们明天回他老家去。他约了几个朋友一起烧烤，你和洋洋要不要一起啊？海玲本能地道，姐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后天就开张了，虽说什么都准备好了，我总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忙。不过你的婆家姐也没有去过，又很想去拜访一下。唐君业还没有主动联系海玲和商太太，海玲内心还有点担心亲家对自己的妹妹有不满之处。唐君业是在准备送给蓝鲸的补品，也给海玲备份厚礼，打算挑个好日子约海玲出来吃饭，当作是2家家长见面，那再谈谈小夫妻俩的婚礼事宜。故而呢，暂时还没有联系海玲。战印会安排梁姨和阿七过去帮忙，姐还要买什么东西，列张清单出来，等他们俩过去了，把清单交给他们俩去买就行了。姐，那就一起吧。那行，我带着洋洋一起。海玲是撇不下店里的事，可代替死去的父母去战家见家长更重要一点。既然妹夫想得周到，那就把事情都交给梁姨和阿七去做。他带着儿子去战家一趟。彤彤、洋洋要和你通话。小家伙知道是小姨后，老是扯着妈妈的衣袖，想和海童通话。海玲把手机给了儿子，小家伙马上接过手机，甜甜地叫着：“小姨，洋洋呀，在吃饭吧？哎，吃饱了吗？哎，你妈妈给你烧了什么菜呀？”洋洋开心的道：“不是妈妈烧的菜，是爸爸带洋洋去买回来的菜，好吃。不过妈妈不吃，那妈妈就吃青菜。海玲还在减肥中，她晚餐是不吃肉的，中餐才会吃点肉。你爸爸又来了。”那个周红林还真是阴魂不散，纠缠不休呀。那一家子奇葩。爸爸带洋洋去公园玩了。海童问他，爸爸回走了吗？爸爸回去了，爸爸说明天再来带我去玩。我想去动物园，爸爸说会带我去的。小姨，你明天要跟我一起去动物园吗？周红林带着洋洋去玩了一会儿，小家伙特别高兴。现在就是爸爸长爸爸短的，把他爸爸挂嘴边了。海童笑道：“小姐明天去吃烧烤哦。”妈妈也去，洋洋要跟着去吗？洋洋想都不想就答道：“我要去。”那我不跟爸爸去动物园了。姨甥俩你问我答，一来一往的，聊得还挺欢的，聊了好一会儿。海童才结束通话，改而打电话给沈小军和商小飞，约他们俩明天一起去游山庄，就当作是自驾游了。游山庄听说很漂亮的，像风景区一样，当然也不是谁都能去游山庄做客的。老婆，吃饭了。战印烧好了最后2道菜，然后端着炒好的菜从厨房里出来，摆放在餐桌上，朝阳台外面叫喊了一声。海童连忙结束与小飞的通话，边应着战印边起身扭身回屋里。他走到餐桌前，看到有他爱吃的鲜虾，伸手就拿起了一只虾放进嘴里。你把虾壳剥了的呀？费了点功夫呢。
战印在他又伸手去拿菜的时候，轻拍一下他的手，这么大个人了，还用手拿菜吃。海童嘻嘻的笑，再次拿了一只虾喂进嘴里，这才进厨房里帮忙拿碗筷。夫妻俩呢，刚坐下准备吃饭，就听到了开门声。哎，是老太太回来了。进屋闻到饭菜的香味，老太太边走过来边问道：“吃饭呀？”哇，谁烧的菜真香啊！他老人家自顾自地进厨房里拿了一副碗筷出来，嘴里还在说道：“哎，回得早不如回得巧啊。”奶奶，海童替老人家拉开了一张椅子后，再从老太太的手里拿过汤碗，帮他老人家盛了一碗汤。战印则就帮奶奶盛了大半碗饭。他清楚老人家的饭量，奶奶今天一整天都不在家，去哪里浪了？孙子夫妻俩都体贴孝顺，老太太心情愉悦。听了长孙的问话，他说道：“阿印，你别用浪字行吗？奶奶，我都是去办正经事的呀。”战印夹了一块鱼肉，还体贴地挑掉了鱼刺，才把鱼肉放进奶奶的碗里。奶奶能有什么正经事办呀？还不是想着怎么坑人家的闺女回来给你家里的猪拱。老太太不客气地刺着战印：“你这头猪还不是多亏奶奶帮忙才能拱到白菜？谁叫奶奶养了那么多头的猪呢？还一头比一头笨，都不知道拱白菜的要收割白菜喂你们这些猪，奶奶容易吗？”噗！海童再也忍不住爆笑，也就是老太太才敢这样对战印。战家的少爷啊，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在奶奶的嘴里就成了猪，还一头比一头笨。奶奶，你想笑死我，好继承我的花呗吗？海童边笑边说道。老太太也笑，她伸手拍了拍海童的后背，笑道：“你悠着点哈，别笑痛了肚子啊。”战印无奈地看着两个女的。等海童笑完了，他说道：“老婆，你先喝汤。”海童庆幸地道：“还好，我刚才不喝汤，否则准能喷出来。吃饭啊，吃饭。”老太太笑着自己夹了一筷子喜欢吃的菜，尝过后，她蹙着眉说道：“彤彤，这些菜不是你炒的吧？味道跟以前有点差距，难吃吗？”战印问着。要是觉得难吃，我现在打电话给浩宇，让他过来接奶奶去咱们家的酒店吃山珍海味。反正我这里的家常小菜不合奶奶的胃口。语气这么冲，肯定是战印烧的菜啊。老太太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夹着菜来吃，边吃边对海童说道：“彤彤，阿印的厨艺没什么进步啊，你要让他多练习，逢着周末就让他下厨，为你准备3餐，练习的机会多了，就烧得好吃了。”战印一脸黑线，奶奶一边吐槽，我还要不停地夹来吃。你以往不下厨呀？要不是沾着彤彤的光，奶奶也吃不到你烧的菜，带着机会不就多吃点？虽然没有5星级大厨的本事，也能吃，吃不死人就是。奶奶，我们明天去烧烤啦。海童换了个话题，免得婆孙俩不停地斗嘴。你们年轻人去吧，我一把老骨头，没牙没齿的了，还能吃什么烤？老太太不想当电灯泡。她现在帮老四物色对象，还没有目标对象呢。哎，家里养的猪太多，也得愁销路问题啊。是回我们家的山庄。战印就补充了一句：“我姐也去。”老太太哦了一声，说道：“海玲也去啊？那奶奶也跟你们回去凑凑热闹。等会儿你就打电话给你爸妈做好准备。海玲是年轻，但她代表的是彤彤的娘家家长。”知道了。海童听着婆孙俩的对话，感动满满的。婆家人并没有因为她的出身配不上战印而轻视她的家人。这是对她的认可，也是给她足够的尊重。既然把明天的小聚当成见家长，老太太又让海童打电话给商太太，请上商太太夫妻俩一起去。陆东明没想到拉着战印出来当挡箭牌，会发展成为海战两家的家长见面会。海玲是见过战家所有人了，但战家真正的家，她是没有去过的，故而老太太很重视。
那也特意电话通知了大儿子夫妻俩做好准备。老太太还在家族群里艾特所有人，只要还留在管城的，明天都必须回悠悠山庄。晚饭后，老太太赶着小夫妻出门散步去。战印嘴上抱怨外面风有点大呢。老太太瞪他，你不会多穿2件衣服，风再大，你吨位够重，能把你吹走。啊，他吨位够重啊？长胖了吗？没有吧，彤彤都说他瘦了，他心疼得很呢。他也是瘦了之后又饿坏了胃，彤彤心疼了。夫妻俩的关系才缓和，他隐瞒身份欺骗他的事就这样接过去了。海彤从房里出来，他已经穿上了一件外套，也帮战印拿了件外套。今晚风大，春寒犹在，穿件外套再出门。海彤走过来，体贴地帮战印披上外套。战印的脸上满是笑意，老太太别开脸啊，不想看他的傻瓜孙子。小夫妻俩啊，手牵着手出门吹风去了。周家的租房。听到开门声后，周母就迎过来，看到进门的果真是儿子，他就关切地问，怎么样了？开门了吗？海玲带洋洋去哪里了？会不会因为我们常去打扰他，他带着洋洋躲起来了？周母是盼着儿子能和姓叶的分开，重新与海玲复婚，心里却清楚希望不大的，所以孙子洋洋就成了他最害怕失去的了。要是海玲带着洋洋躲起来，他们去哪里找人？周红林先小声问，妈，佳妮在家吗？出去打包了，叫她做饭，她嫌冰箱里的食材太少，就说出去打包几道菜回来，一点都不会过日子。你们夫妻俩现在都没有工作，断了收入来源呢，他还不知道节省一点。周母对新儿媳妇是百般嫌弃。周红林松口气，进屋后，他先去厨房看了看，冰箱里除了青菜就只有3个鸡蛋。食材的确太少了。妈，你和我爸在家里那么闲，也不去菜市场买点菜回来，天天吃青菜和鸡蛋，我都受不了，更不要说佳妮了。就只要是他父母做饭，就是1碟青菜，然后水煮蛋3个。对，就是3个水煮蛋，他1个，他爸妈各1个，叶佳妮是没有份的。1次2次，叶佳妮能忍，次数多了，叶佳妮就不忍了。哎，爸妈这是替你们省钱吗？周母答的理所当然的，你们还要装修房子，办婚礼也要钱，要不你跟姓叶的谈谈。婚礼不办了吧，反正你们也领了结婚证，彩礼钱也给了他父母，都是一家人了，还办什么婚礼，免得浪费钱。你是2婚呢，2婚真没必要再办婚礼。周红林从厨房里出来，并不妥协，我答应过佳妮，要给她盛大的婚礼，不能委屈了她。我是2婚，但她是初婚，女孩子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是只穿1次婚纱的，她无法化解母亲对叶佳妮的怨气，但她可以坚持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钱呢，她还有的，给叶佳妮用到装修和白撒宴酒的钱，只是她所有存款中的1半。她被战印整治失去工作，谁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啊？哪敢把钱都花完，她都和叶佳妮说了，婚房装修装个简单点的，因为钱就那么多了，就要是叶佳妮想装修的更高档一点，让叶佳妮掏点钱出来。你当初要是这样体贴着海玲，我的孙子也不会离开我的身边。你快说，海玲是不是带着洋洋躲起来了？周红林走到沙发前坐下，问道。我爸呢，在对面那家下棋呢，他倒是过得快乐，都不知道忧愁的。海玲没有带着洋洋躲起来，可能是有什么紧要事，才会关店门的吧。我都带着洋洋去公园里玩了一阵子，洋洋很开心。那就好，那就好。周母松口气，随即又说道，你是要多陪陪洋洋，培养父子感情，否则他以后叫别人作罢。有你心塞的时候。周红林在沙发上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那个陆总似乎在追求海玲，不是似乎，是真的在追求海玲。
他要不是对海玲有意思，老是去海玲的店里做什么？周母见儿子提及这件事了，趁机劝说红林：“你看海玲现在也开了店，她开的是早餐店，以她的厨艺来看呀，生意肯定会很好的。她又是个勤快会过日子的女人，现在也减肥了，没有以前那么丑吧？你看她连陆总那样的大老总都能吸引过来，说明她的行情还是很好的。主要是她的娘家人现在非常给力啊，不说海彤是战家大少奶奶，仅是她那个有钱的大姨就牛逼，妈到处打听过，知道商太太在商家很有话语权的。只要你和海玲复婚了，不管是商家帮忙还是战家帮忙，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质的飞跃。你可以自己创办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多好呀！”哎，周母想得美好，那个姓叶的当情人还可以够年轻，够漂亮，身材够辣，但当老婆始终不行。你看她每天天一亮就出门，晚上才回来，又不做家务，这么懒的女人不聚财的。也不知道她天天出去做什么，又不是找工作，还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出门。红林，你小心她给你头顶上戴绿帽子呀！当初妈就提醒过你，过日子还是海玲会过日子的。周红林一脸黑线，无奈的道：“妈，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婚房的装修是佳妮在负责，她每天天亮就出门，就是过去看着装修师傅做事的。我也经常过去看着。你以为装修是件很容易的事？当初海玲不也是早出晚归，全程盯着装修师傅做事？佳妮在家里是老小，是很少做家务，她也还年轻，总要给她机会磨练一下的。妈不要老是拿她和海玲来比较，她才多大，海玲又多大？她和海玲同年，叶佳妮比她小5、6岁的。总之啊，你看着点她吧，她能勾引你，也能勾引其他男人。以前你收入高，是她的上司，她能从你这里讨到好处，现在你们俩都没工作了，谁知道她会不会又去勾引比你有钱的男人？姨妈说呀，你还是跟姓叶的分手，重新追回海玲，她现在就是一个金疙瘩，谁娶了她前途无量呀。妈，我想娶也要人家肯回头才行呀。你以为你的儿子是天底下最优秀的那个？你以为天底下的男人都死绝，就只有你儿子一个男人了？周红林没好气地反驳着，我和佳妮已经是夫妻了，离过一次婚，我不想再离一次婚。妈，不要老在我面前说这些话，也不要老是针对佳妮，她是你儿媳妇，你现在对她不好，到你老了，她也懒得搭理你，别指望我姐。我姐就知道回娘家占便宜，没点便宜占，她才懒得管你。我姐夫妻俩工作那么多年，每个月的收入也不低，但养家是花了你和我爸的钱，还有我给你们的生活费，他们夫妻俩的存款绝对比你儿子我多。周红林是把姐姐赶走了，但母亲还是和姐姐一条心的针对着叶佳妮，他们的钱舍不得花，却跑来向我借钱，我不借，他还厚着脸皮去打扰海玲，赶她回去了。临走之前还把我们家里能吃的能用的都打包走。妈，你生的这个女儿就是个贼，专偷娘家的贼。俗话说10个女儿9个贼，周红英就是贼中之贼。以前周红林没有介意，那是因为她当时比姐姐更有钱。她与海玲没有了激情后，就觉得自己的姐姐才是一辈子的亲人，海玲不过是外人，所以她一直偏着父母及姐姐。今非昔比后，周红林看法就不一样了。她不知不觉已经当了多年的福姐魔。开门声响起，周红林没有再和母亲说下去，他猜测是叶佳妮回来了。果然门开了，叶佳妮打包了2份快餐回来。老公，你回来了，正好呢。吃饭吧，我打包了2份快餐。叶佳妮提着2份快餐走过来，挨着周红林坐下，然后打开袋子，把其中1份拿出来递给周红林。之后他就把自己那1份放在茶几上，打开了快餐盒的盖子，开始吃了起来。那周红林看看母亲，又看着叶佳妮，问道：老婆，你就打包了2份吗？
爸妈的呢？叶佳妮边吃边说道。我没有打包他们的，他们想吃什么自己做呗，家里还有2包方便面，够他们俩1人1包，鸡蛋还有3个，够你们3个人1人1个。公婆做饭放的米哨，婆婆盛饭的时候，给公公盛1大碗，给周红林1大碗，然后婆婆自己也是盛1大碗，从来不会帮她盛饭。等她去盛饭的时候，锅里只有1勺饭了。婆婆就是故意的。每次她在家里吃饭，婆婆都是故意不买菜，就算买了菜，也买她不喜欢吃的菜。炒1碟子的青菜，再煮3个水煮蛋，也是他们一家3口的，没有她这个当儿媳妇的份。要不是周红林还向着她，每次会把她碗里的饭分她一半，会把她的那只水煮蛋给她吃。叶佳妮都觉得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相处的时间越长，叶佳妮越是理解海玲离婚后就向她道谢了。就他们做初1，她就做15，打包快餐回来，只打了1份给周红林公婆吗？没有。周母气得心口发痛，指着吃得津津有味的叶佳妮就要破口大骂：妈，我这份给你吃，我吃泡面，好久没有吃过泡面了，我想吃。周红林赶紧把自己那份快餐塞到母亲手里，不让婆媳俩又爆发冲突。周母又心疼儿子，把饭盒重重地放在茶几上，人跟着站起来，气冲冲地道：当谁吃不起快餐似的。老娘也是有退休金的人。儿子，走，去叫上你爸，咱们下馆子去。叶佳妮扭头看着周红林，周红林马上投降，选择了老婆，对周母说道：妈，你和我爸去吧。周母又是气得心口发痛，最终气呼呼地走了。家庭战争暂时休战了。